my shoes. They cost a band, I probably won't wear again. Lil Milton just came on the news. I'm thinking, damn, he back in trouble again. Give me a meal cause I can, I know who I am. And I give thanks to the man. Tiger just jumped out of can, that's my little man. Right back in action again. That young nigga shit, we still on it. My dog going through it, I feel for him. She told me she love me, I feel for it. Got real niggas sitting in jail for it. Got a pack, I'ma put it in the mail for it. On the hunt for the money, I smell for it. When big dog on this tongue for it. That little boy shit, I ain't going for it. Get money every day, I wake up. Don't ask me to hit me a little shawty break up. Them M's coming in, let them stack up. Don't ride my way, dog, back up. I ain't never had shit, I gotta act up. Don't come too close, my dogs won't buck. I don't need no help, I don't ask for much. If I ever go broke, we asking up. Run the money up, way up. Life ain't sweet, ain't no layup. Drip for sale, they gotta pay up.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这一期给大家分享一双最近新发售的球鞋，安踏的狂潮7代。这次一上来直接就定价499，但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所谓的良心定价或者是内卷，因为安踏的球鞋后续都会打折到一个比较良心的价格。那这次其实等于是把接近后期打折后的价格明牌给你，不整后续折扣那套虚的。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首发就第一时间入手体验，即使后续降到了3开甚至是2开也不会太心疼。像我这次就能以较低的价格最快速的入手给你们评测。再说对于现在收缩的球鞋市场，定高价会有人买吗？肯定也没有多少人买。直接定低价还能起到一个抢占先机的作用，因为之前很多高发售价的球鞋目前已经降到了3开，池子变小，但是鱼越来越多。那等不到你狂潮7降价呢，这双鞋的热度可能就已经过去了，那些广告岂不是白打了？而且老实说，这双鞋到手就会发现，也就是国产现在2、3开的做工质感。至于性能呢，有让我觉得惊喜的部分，也有很多小问题。如果能适配，它会是一双舒适性高的好鞋；不适配的话，感受也可能会很糟糕。所以如果大家打算要入手呢，强烈建议先看完这个视频。我的所有视频都有进行分段，大家可以挑自己关心的部分去观看。那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双狂潮7的基础信息数据。这次我选择是红色为主的熔岩配色，因为红色我觉得更能表达狂潮7这次火焰主题的设计语言。中底外侧 TPU 这一抹蓝色的点缀，配合周围像火焰一样的线条，就像是红色的火焰包裹着蓝色的焰心。后掌外侧一根银色线条一笔勾勒出安踏的 logo， 而下面 TPU 也是跟上面 logo 尾部的轮廓一样，形成了呼应。同时又营造出火焰的效果，还挺巧妙的。随着椭圆形雷射炫彩效果的 TPU 上做了一个耀风的 logo， 鞋面也是通过不同密度的编织方式呈现出熊熊燃烧的火焰花纹。前掌外侧刻有一句 Hopes on Fire， 没错，翻译中文就是篮球火。让绝对无敌的传说能永远。开个玩笑，其实应该理解为在球场上状态非常火热的意思啊！穿上这双鞋呢，你就能火力全开，也是非常点题的。外观上明显已经回归狂潮更个性街头的风格，同时也跟欧文的元素彻底切割。但外观一出呢，也引发很多网友的吐槽，说很像是 GT Car 2代和392代的 remix。老实说，第一眼呢，我也觉得很像 GT Car 2代，但整体的用料呈现的质感还是比较一般的，做工上也会有一些轻微溢胶的问题。我收到的右脚鞋底上甚至都沾上了一些胶水，而中底材料上也有没切干净的衣料，看得出来工厂还是比较着急的。不过也不排除是个例，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到手的狂潮7或者其他配色的质感做工如何。最后前掌内侧有3个小图案，我也没有办法进行解读，有知道其中含义的小伙伴也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首先讲一下它的优点，我觉得自由度和舒适度是上脚后能明显感受到的。首先内衬加厚的填充，特别是后跟和鞋舌，填充会带来非常舒适的包裹感，配合上加宽的鞋楦，整个包裹对于我这种偏宽的脚型来说，不紧不松，刚刚好。
很跟脚，包裹非常匀称。另外，中底新的 A-Shock Pro 材料给我的感受是非常轻质的，同时缓震也是比较出色的，有点像我穿超轻2025里面的超蹦的脚感，比较偏踩屎缓震流。但目前的体验呢，是基于它在有一定厚度的情况下得出的，变薄之后是否还能有明显的脚感呢，就得打个问号了。比较意外的是，这支低密度轻质的材料恢复性感觉还不错，当天打完球中底材料会有很多折痕，但隔天这些折痕就淡了不少，衰减感觉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得益于它的轻质特性，转向鞋的中底外底总成上脚是一个比较轻飘飘的状态，转向鞋的总重量也是控制得非常出色的，单支43码就354克。除了中底材料之外，中底大面积的镂空，外加更简化、更有针对性的包边，在整体重量控制上也是功不可没。而转向鞋的自由度也因为外侧边缘的开窗产生的形变，让落地的脚感更加自然流畅，能够发挥出作用。像欧文2的内侧也有类似的设计和用意，但基本就没有发挥出作用。而且这双鞋很刻意在这些方面做提升，比如后跟这块额外的材料包边，硬度是比外底橡胶低的，重量可能也比外底橡胶轻，换它明显就是为了提升脚感、降低重量，又能增加后跟的稳定。否则为什么不用全外底包覆呢？这样还不用再多一个模具来生产额外的一个 TPU 部件，增稳效果还能更好。我觉得目的就是为了弱化外底橡胶的存在感。你可以理解为跟 UA 的 Flow 是一个目的，让鞋跟地面的互动更加自然，各个角度落地呢都不会有各地面的感觉，也是装鞋的一个设计逻辑。因此后跟落地的部分用的是软包边呢，也能让材料更充分的形变。另外灵活性也是装鞋的一个特点，前后掌都通过了加宽外底面积增稳的同时，前掌在最宽处也是急剧向鞋头做了一个弧形内收，做交叉步和一些变向动作都是非常灵活的。而且前掌底圈也有做向前逐渐收薄的这个设计，因此在保证前掌缓震的同时，脚趾这一节蹬地发力启动还是比较迅速的。就跟我之前说的既稳定又灵活的翻5.2 low 是很像的，只不过翻5.2 low 相较之下侧向支撑和中底刚性更强，而缓震则会弱一些。另外前后掌激进的起翘点和起翘幅度搭配适中的前后落差，前后过渡也是非常流畅的，适合打法上比较多跑动的朋友。综上所述，不管是脚跟鞋、鞋跟地面的互动，穿上这双鞋呢，就是做动作比较自由，同时穿着也很舒适。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可以提升的部分。首先中底材料很厚，是肉眼可见的厚，因为碳板是放置在中底材料之上，鞋垫之下，所以这个外露的中底厚度呢，基本就是中底所见即所得的厚度。中后段的重心整体偏高，加上前后掌非常激进的上翘，上脚明显感觉到前掌特别是后跟是有一段悬空的。这一组合起来呢，夸张一点形容就像是穿着古代格格的鞋子一样，就有点像穿跑鞋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篮球鞋的后跟像全程12、狂潮5 Pro 的起翘点起翘幅度就已经足够用了。另外，因为这次碳板是在中底材料之上，而不是置于中底材料之中，所以碳板底下整个厚实的材料可以肆无忌惮的形变。没有碳板阻隔形变呢，脚感肯定是有提升，但稳定性、防侧翻和整体强度对我而言，仅仅就是刚到及格线。这夸张一点的比喻就是极天的时候，整个偏软的中底材料就像是一个面团，然后被脚揉开了的感觉。另外，夸张的上翘造成实际水平触地面积是缩短的，这样中间还有大面积的镂空，整个抓地面积也是随之变得更小了，对抓地也会有影响。其实如果只是前掌蹬地变向，明显橡胶材质搭配人字纹，抓地力还是在线的。唯独以中段为主力抓地区域做一些后撤急停脚步的时候，是会有些打滑的。而且刚刚说过，中底有种揉面的感觉，加上中段的镂空，侧向急停时中间这一节的揉面感是更强的。这两点我在超新2025这双鞋上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2025那么严重。而超新2025也是近些年李宁的球鞋里面我不太建议大家入手的一双。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这双鞋的详细测评？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在弹幕里面投票吧。但是好在中底有碳板呢，这次碳板呢不是加分项，而是关键的救火队员。可以说大部分的中底稳定都是在靠它维持。最后码数不偏码，按照以往的安踏码数购买即可，宽脚可穿，瘦脚不推荐，高脚背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同时大拇指位置也有充足的空间，不用担心母外翻。总体而言，我觉得这双鞋还是让我觉得有惊喜的。惊喜在于这双鞋没有那么安踏，开始更在意鞋子的动态表现，就跟我在穿到狂潮5 Pro 时的感受是一样的，能感觉到在实战性能方面是有用心的，而且是有完整逻辑的。虽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同时为了更精致、更强的缓震、更好的滚动感，也是做了一部分的牺牲。因此我的视频开头才会建议大家先看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入手。它是双像跑鞋的篮球鞋，但对于跑鞋来说呢，重量会更重一些。不介意重量的，确实可以拿来跑步、篮球两用。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不错的话，可以给我点赞、关注，甚至是一键3连。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